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1月11号，星期一，比赛周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这周末有没有小伙伴有比赛的？今天约了观众见面，就一会儿在前边，一会儿见完面再跟大家聊天。我是赶上过第一次双11的网购的那一波互联网人，特别的，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那个优惠规则好多我都看不懂了。然后一会儿跟大家聊聊最近的，包括换这块表，换这块表其实对我有一些其他各种的调整，还有这边气温变了以后的我的调整，然后再跟大家说说周末比赛我的安排时间，因为也有一起来参加神户的小伙伴，对吧？不知道约的人来了没？约的是好像是6点25到6点30之间。他说的是他们，不知道。哎，你好，是您吗？对。哎，你李老师，别客气，黑影。我觉得黑影。您要发不了那个儿的音，就黑影。黑影，哈哈，黑影儿。从哪儿来？湖北。您介意入境吗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您贵姓？我姓杜。杜先生，您好。那我们，哎，我看您比我应该年长。对，咱们这样，下个月就50了。不，下个月就50了。咱们这样绕过去。好，我跟着你。哎，好。下个月就50了，可以。对，我记得咱们约的是差不多就这时候。对。因为我这周比赛周了，我会跑得少一些。比赛周？对，这周末是神户马拉松。哦，神户马拉松离这很近吗？1个小时车程。哦，挺好的。我看你跑得不错。没有，我这就是自己跑好玩。什么成绩？跑比赛吗？是这样，我跟你情况差不多，我是才在国外工作了好几年。OK。现在才刚回国。哦。刚刚恢复训练。明白。行，就开心跑就行，小伙伴们，对不对？一会儿聊啊。刚和频道的小伙伴分开，我往家跑了。这周就是轻松的减量周，周3的强度课跑半堂课。然后先跟大家伙说周末神户马拉松的我的时间安排，因为我在大阪住，我大阪离神户从我家出发的话，1个小时多一点的车程。所以我不住在神户，周5跟周6。我周5下午神户马拉松的博览会，我应该博览会一开门我就去。神户马拉松的博览会是从周5下午1点开幕，我应该是一开幕我就去，然后领完我就得回来，就直接回大阪，不在神户待。因为下周就这周，家属的家人来这边旅行，正好我们神户马拉松之后可能就陪着去游玩，所以周5的时候我估计下午1点到下午的2点半我可能会在博览会，这是博览会上的时间。然后周6我在大阪，周6早晨应该轻松跑2-3公里的样子，在大阪城或者去大阪城绕一圈都不一定。然后周日的话，我们从大阪出发去神户，应该是早晨6点从家出门，应该在7点半到8点之间到达起点存包。然后我是 S 区，就是它分2个大区域，就是 S 区、A 区、B 区、C 区、D 区，还到哪我不记得了，反正就分了2拨人。前一拨人是在那起点的，好像是东侧还是西侧？西侧。然后后边的分区的小伙伴是在去年我们跑那个神户接力马拉松，在那个公园里，就是出发的聚集点不一样。
所以如果您是前面几个分区的，咱们有可能能在起点的区域见到。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神户跑完那一天，我都在神户，然后家人也都在神户玩一天，他们还没去过神户。然后吃完晚饭以后呢，就回大阪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马拉松之后的第二天早晨，我应该不会出现在大阪城，我们要等红绿灯了，这2个红灯都没赶上。我应该不会出现在大阪城，因为第二天一早还是安排了旅行行程，就全休一天。第3天的话会恢复常规的训练，就这样。然后最近我认真的，我从11月1号开始就再也没有佩戴 Apple Watch Ultra 了，就是只戴高驰的 Pace Pro。然后因为这个呢，在之前用 Pace 3的时候，最后这段时间我就已经不用 Stride 了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不用了呢？是因为很多比赛用不了，并不是比赛不让用，是因为这边很多比赛还都是要系在鞋上的计时芯片，鞋带上，它就冲突了。您有的比赛只有1个芯片的话，如果您是单个的 Stride 还好，如果是双的也不行。像佐里间湖那个100公里是2个芯片，虽然你带1个就行，但是我这种为了保险的性格就没办法，就想带俩，所以我就不用 Stride 了。那不用 Stride 怎么办呢？我用了高驰的2代的 Pod， 其实各方面数据几乎没有差别，这是第一个变化。第一个大变化吧，就是手表也不用 Apple Watch Ultra 了。那小伙伴们有人问说，它全天候的健康监控行不行？我觉得很 OK 的。你看，我有好几年的 Apple Watch 监控睡眠的数据，而高驰呢，也能特别好的和苹果的健康联动，就等于都写到苹果健康里。我比对了一下，几乎没有任何差别，就至少在睡眠监控那儿几乎没有任何差别。像平常的日常什么静息心率啊、压力指数这些啊，这些现在不会做不好的，因为这些都太基础了，大家不用担心。然后全天的健康监测的电量也特别好，我基本上我是上周4，好像是上周4还是上周3，我忘了充的电手表，然后跑步一直在听歌。就我评测那个视频有一地我忘说了，就是那个电量就是一直听歌到现在，就我每天跑步就听歌，到现在还有60%的电，还可以，很可以。差不多就是这样，电量也不用担心，它肯定是比 Apple Watch 要充电频次低的，虽然它也换了 AMOLED 的屏幕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可能目前来说，对我唯一还能再期待的就是它好多以前的表盘对这个新的 AMOLED 的常亮的支持。它倒不是说有 bug， 是因为常亮时候就是表盘熄灭的那个常亮没那么好看，因为它那个时间设计的小，期待更好看的表盘出来。还有就是未来的流媒体或者什么，就挺好的了。我换了这个耳机也是因为我不想拿别的非苹果的设备用蓝牙去配对 AirPods， 因为这样来回来去的就有点麻烦，我的弄里有骨传导。像这一年跑步，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好东西，像高驰的手表。我觉得如果您现在想买手表，那如果您在 Pace 3和 Pace Pro 之间做选择的话，就不要选择了，就果断的 Pace Pro。如果你是在265和 Pace Pro 之间选择，那您看你喜欢哪个买哪个。但是目前来看，我知道的消息，Pace Pro 的实际的硬件用量，就里边的东西的用量，
应该是好一些的。然后如果是255或者955和 Pace Pro 来选，那就选 Pace Pro，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概念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最近不是又换耳机嘛，我期待到冬天又能带上那个发光的松拓那个骨传导。那发光那个是我这么些年用耳机我觉得最出彩一个设计。我对音质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概念，就不太懂。这第二个推荐。然后就是衣服手套了。推荐，虽然我现在还没戴，因为还没那么冷，推荐大家看看菲比特那个手套。那个我体验了一下，我感觉今年可能不会再把手冻伤了。我这2年就到大阪这1年多2个冬天都把手冻伤了，而且从小到大第一次冻伤。第一次冻伤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被虫子咬了呢，那全是小红点儿，红的那种包，又疼又痒。但是我还没试，今年冬天我给大家试一试。不过可以，我觉得他穿这么多年他们的衣服，我觉得还行。然后就是他们的那个现在粉色小短裤，虽然大部分地方冬天穿不着了，但是如果开春有比赛可以考虑。那条粉色小短裤我又买了一条，因为我那条太旧了，也没那么鲜艳了，我觉得特别的带劲。那条粉色小短裤穿上以后我觉得特别的，那北京话说的特别的飒。但是这个字儿一般形容女的，尴尬。然后周末直播跟大家说的长的压缩裤，他们有一个加绒的，一个不加绒的。我实话实说，加绒的我还没穿过，而且在大阪这个气温很可能不一定穿得着。当然不加绒的那个挺棒的，可以考虑。还有长袖的衣服和软壳。就是最近在陷入颜色的配搭的焦虑中，因为我那个长裤有一条蓝的，一条紫的，在想配什么颜色的上衣好看，正在寻觅。其实跑步的衣服，下半身、裤子、鞋、袜子讲究，好一些，舒适一些，版型好一些，然后性能好一些。上衣就是好看就行，好看号合适就行。这是我的真心话。跑了15.8，凑够16吧，凑够16，今天就结束。这2天基本上除了早餐吃一点以外，不吃碳水，还是有点就觉得就跟我减肥那2年，有2年也是这样。那2年就在新加坡那2年。其实那2年那个选择是不对的，因为正好工作压力大，然后人也比较烦躁。但是我后来我就想，我说也是很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差不多2019年、2018年，我34、35岁。那个时候如果不那么干2年，现在人上岁数了就是又馋又懒，真心的，跟那时候比，现在做不到了。所以它也是一段不可磨灭的人生经验、人生体验。虽然可能当时不太开心，就像我这1、2年这么努力训练一样。今天还跟那位先生聊，那位先生50了，我就聊，我说这年初的这个大阪马拉松之前的10公里，跟前2天这个10公里同样的赛道，1秒不差。就是，那你说还能再努力练吗？可能已经差不多了。我们就是个普通人，但是呢，你说这2年的体验，尤其是有2次600公里以上1个月的体验，对我来说是特别开心的体验。这种体验不是你在哪场比赛跑了多少，或者说你又取得了一个什么成绩能相比的，真的不是。OK， 停表。后边的想的是
我想多跑跑70公里、50公里和100公里的比赛，这是真心话。可能100公里会少一些，100公里太残酷了。但是像大阪这边有不少50公里和70公里的比赛，我是很认真在考虑这个事儿。跑点短的，跑点长的。短的回头跟大和岩先生去参加那个10公里的比赛，那奖品是大米和有机蔬菜，这挺带劲的，这比给我别的有意思。然后长距离的，我想试一次70公里跑成绩，认真的，就是我想看看50公里之后我还能不能加速，因为佐吕间湖那个100公里啊，你过了50公里我是能加速的，但是不敢呀，因为后边还50公里呢，那感觉大家能想到吧？但是你要是就是一70公里的比赛，哎，它也许体验就不一样了。我这跨度太大，我直接从马拉松跨到100公里了。我跟他们说，我说马拉松之后的就是比马拉松长的距离，那是第一次，他们都不信。因为好多国内的比赛，那种100公里比赛是要求你必须得有50公里的完赛的经历的，这边也没有，所以特别的松散。行吧，这就跟大家分享这周末我的时间安排。所以有偶遇的小伙伴，我们可以约在周5下午博览会开幕的时候，还有就是比赛前了。比赛后就如果您比我快，您等等我；如果您比我慢呢，我估计我得在终点磨叽半个小时，因为我还得录像呢。然后这次的录像条件没有大阪好，因为那条路就是一个大折返，家属就没办法有那么多的拍摄点了。然后我呢，我应该只能带一个，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要带俩。你看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了，我没有用那个磁铁，因为它跟100公里比，马拉松还是太快了。我把另外一个相机塞在了腰包裤里，应该还行，因为这次对，这次我昨天说双11我就买了一个那个B 站的大会员，对 B 站大会员挺划算的，而且各位用 Apple TV 的小伙伴用那第三方的软件的话，不用买那电视端的，就是移动端的现在88，我那个橱窗里有，回头我在节目里我在评论区再发一个。这次还买了一个就是 Go3S 的那个镜头盖，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担心过程中洒上水了，到时候擦不干净拍不好，所以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要带两个摄像头。这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好吗？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咱们明天再见。